是否出发？纠结太多讲出的话，面对眼前的高楼大厦，我该低头匍匐还是要继续往上爬？你从未曾放慢步伐，怕时间被忧郁蒸发，和世界交手有很多代价，几个商场哪有那么多的废话？ Just right now， 你的闹钟将到达，我可以很快不同的普通话。Just right now， 时间会替你说话，我和明天没有时差，眼泪在刻画，憧憬的路从未分岔，等阳光洒下。Just right now， 即刻上场。 江神，这也是我同事。可以了。江律师，您好，我叫郭小雨，我也是这次跟江晨一起参加10军计划的。哦，我特别的喜欢您，我之前在我的视频号上就介绍过您，大家都亲切的管您叫江神，您可以就是签名了。可以，谢谢。这本是任家彤的吧？爸是大神，你都不说，嘴可真严。这小子从来没告诉过你们我是他爸。没有啊。啊，叫上刚才那个小姑娘，叔叔请你们吃饭，地方你们定啊，想吃什么随便点。好，彤彤，你快过来，大神说要请咱们去吃饭。我不去了，我有点累了。你要是累了就跟我回重庆，咱们所没那么多规矩。尤其是谈恋爱，特别的自由。哎，叔叔，我们请您吧。不介意的话，我们带您去一家小馆子，江城跟我们平时都特别爱去，就在楼下。不介意。带路。这边请。我说你找过他干什么？你就为了不给我煮方便面吃吗？还有那个小玉也是，大神，江神，闭嘴！跟你爸吃个饭这么难啊？佳彤来啦，阿姨，哎，来，先尝尝这个橘子，这都是老家人带来的，可甜了。面马上就好啊，坐一下，等等啊。谢谢阿姨，谢谢阿姨。那阿姨我去帮你。哎，好。小乖，今天没有牛奶啊。姚叔叔，小狗叫小乖，我们都很喜欢它。哦。但是吧，每次我们都不敢穿特别好的衣服抱它，抱完就一身毛。我记得我有一次穿了一件我爸送我的外套，那还是我17岁生日我爸送我的，那是我最好的衣服了。抱了回去，全身都是毛。我拿那个不干胶一直粘了好久才把它粘干净。拿不干胶粘狗毛，这可不像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干的事儿。你问江晨，他肯定也知道，他在国外生活，我是北漂，这些生活小技能多少知道点儿。这么多年，我对我儿子了解太少了。晨晨原来养的小狗就叫小乖。我们刚进居安那会儿，大家都喜欢穿自己最好的衣服，然后发现每天我们动不动就挤地铁、加班熬夜、吃外卖，刮了蹭了就是经常的事儿。慢慢的，大家就不舍得穿好衣服。不信你问江晨，您给他买的那些好衣服，他肯定舍不得穿，心疼着呢。面来喽！哎，您第一次来，尝尝面啊。谢谢了。赵老板呢？
休息。杨叔叔，这就是我们平时吃饭的地方，但您看看，是怕您对江辰平时的生活不放心。我们加班没事的时候就会来这儿吃，可好吃了，您尝尝。哎，您说的那家餐厅，我们改天也想跟着您去体验一下，但是今天您先尝尝这个，这就是我们的米其林，对吧？哦。好吃，比我说那家米其林好吃多了。不租了，你们说不租就不租了，凭什么呀？咱们合同签到后年，你们都知道我这房子这刚装修完呀，你们这么干是违法的，你知道吗？这房子是我们的，我们说不租了，那就是不租了，你还跟我讲法？你看合同里。有什么事咱好好说。讲不讲理啊？咱们去那边聊。我们对，咱们先。刚才那个本子上的东西我看到，我猜您肯定特别关心江辰，那个本子上记录了江辰进军安之后所有的工作内容。为什么记这些？说实话，从小到大，能赢我的同学特别少，但江辰算一个。所以每一次复盘笔记的时候，我都会把跟他有关的竞争要点记下来。那我能理解为是你故意拿给我看的，为什么？因为我想告诉您，江辰真的特别优秀，他未来也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律师。我儿子将来多优秀，我这个当爸爸的一定是知道的。您这么为他骄傲，他知道吗？我就是因为为他骄傲，所以要把他带回重庆去。如果他连这个都看不出来的话，今后还当什么律师啊？江叔叔，江辰跟您挺像的。是吗？那您不问问，他万一不想回呢？我把江辰带回重庆，最大的受益人可是你。江叔叔，这话我不同意。这么优秀的一个儿子，辛辛苦苦培养了半天，但最后去了别的所打工，没准未来还会跟自己交手。这事儿搁谁身上谁不生气啊？但您把江辰带走，最大的受益人肯定是你。逻辑思维非常清楚。江辰回不回重庆再说，我非常欢迎你来我们所工作。我马上在北京开分所，一定会给你一个令人心动的 offer。啊，谢谢江叔，谢谢江律师。我刚才已经问完了，这一片的底商都是属于后面小区物业的，这租期确实没到，但是物业已经不想租了。由于他们之前合同里没有写清楚，所以这个物业不愿意掏装修费和违约金。刚才过来催班的应该就是物业派来的。那让老板娘赶紧把所有的合同跟手续准备好。应该是有人眼红啊，这家面馆生意太好，所以物业不想租了。做好应急措施，把损失降到最低。明白。小雨还在沟通呢。哦。你的面凉了吧？我让阿姨重新给你下一碗。你陪江叔叔先喝一杯。谢谢。还记得上一次跟你喝酒是在你考大学那会儿。是。你不让我学法律，我也高考失利，没走上你给我安排好的康庄大道。儿子，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干律师吗？不知道，我不配。狗屁！我江若成的儿子不配，谁配啊？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那为什么？儿子，干律师这个行业压力太大了，
常年熬夜，频繁出差，饮食不规律，就是铁打的身体，干个20-30年快散架了。我今天啊，看你们庄主任，他那个身体状态跟我现在差不多，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些苦啊，爸爸都吃过了，我就舍不得让你再吃一回了。我以前不让你干法律，现在让你跟我回重庆，其实就是为了让你生活得更轻松一点。儿子，这么多年我对你失职了，但是我做的所有都是为了你好。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你不要因为跟我赌气去干这个律师。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是真的想做律师呢？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志气，但现在不是了呀。我刚刚帮那个面馆老板娘解决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法律问题，我很开心，我有满足感，我也搞清楚了当时我熬夜背的那些法规法条到底讲的是什么，怎么用。可是你根本就不相信，你也不愿意去了解，哪怕你抽出1/10对你当事人的那种耐心、好奇心，你都不会这么不了解我。我就是为了想了解你，所以才坐下来陪你吃这顿饭嘛。那正常家庭父子俩坐一块吃饭不是很正常吗？还要单独抽时间陪我吃，那我耽误你时间了吗？江律，对不起，对不起，儿子，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都听明白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有些心结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我才慢慢的平复下去。我现在作为一个学法律的一个成年人，或者说一个年轻人，我理解你当时做的每一个决定，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叫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能理解。那我小时候不理解的，而且我不仅是你的儿子，我也是我妈的儿子，我也挺心疼他的。是他给我送到了国外，是他给了我又一次机会，让我重新接触这个职业。我不能跟你回重庆，我想留在居安，我已经做出这个决定了，你尊重我行吗？那女孩不错，好好把握。儿子，你长大了，自己的事儿自己定，但你记住了，你是我江若成的儿子，不能输。知道。走了。江律。加油！放心吧，我们什么都没看见，对吧？你真喝呀？哎呦，擦汗。师哥，我现在排名挺悬，这轮还有几天才结束，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小克，工作再忙也要吃好睡好，锻炼好身体啊，不要熬夜。啊，对了，给你寄的鲜核桃都是姐姐亲手夹开的，尽快吃啊。这一轮还有1周才结束，所以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会淘汰谁，一定要把握住机会。现在我说一下目前的情况：江晨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无法继续推进跟 RE 后续的相关工作，宋律跟我商讨后决定，江晨这部分的工作由郭小雨负责。感谢宋律给我这个机会，是你凭自己的实力争取到的。宋律看了你昨天晚上发的文件，非常满意，我也看了，进步非常大。谢谢周律。江晨啊，因为你出色的表现，宋律点名要让你作为他的助手，去跟进咱们跟天凯星后续的其他工作。我这儿还有一个白绿的任务，我可以。这个任务有点急，需要你们3位同时上，表现最优秀的，不仅能拿到积分，还能争取到一次跟白绿出差的机会。我都有点动心了。贪多嚼不烂啊，先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好，确保这一轮能留下来再说。江晨，你还是听周律的吧，因为这次的机会我势在必得。双方约定按照30%和70%的比例共出资1亿元。好，我知道了。我大概明天晚上8点以后就有时间。好。白绿进来吧。这些是我做的关于本案财产保全的一些思路。说吧。无论后续确定的整体仲裁思路如何，客户作为申请人，申请对宏大公司的财产进行保全措施是必要的，保证后续仲裁胜诉后能够执行到款项。所以在提起仲裁时，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对宏大公司进行财产保全，比如冻结他们的账户、股权、扣押车辆等资产。说重点。除了这些常规手段，我注意到宏大公司是一家服饰品牌公司。如果能对宏大公司主要使用的注册商标进行成功保全，那么后续就可以通过对保全商标进行变卖的方式取得执行款。不错，你准备这些用了多长时间？不到3天。那还挺高效的。来，看一下这一份，看完之后呢，再跟我说一下你的想法。这份文件采取的思路也是财产保全。他查到了宏大公司对外和另外一家公司有业务合作往来，这家公司目前还欠宏大一笔300万元的合作款项，已经到期单位支付，所以他主张保全宏大对这家公司享有到期债权。胜诉后，我们的客户公司可以直接收偿该笔款项。你觉得他的思路和你的相比，谁的更好？严飞的很好，但我的也不输。如果把我们俩的思路结合在一起，对客户来说是最优解。你怎么知道是严飞做的？这些业务信息只有严飞能靠他们家的背景和关系查到。挺聪明的，但是好像有点不服气，觉得他是凭资源，不公平，是吗？白绿，
我不是小孩，我不会有这种情绪，我会根据自己的优势做我能做的事。不过呢，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似乎妍飞的更胜一筹。白绿，你记得周年在给你们布置任务的时候说过吧？接下来你们的工作内容和进度是可以直接跟我汇报的。记得，所以我今天一大早就来等着你。所以呢，为什么这3天你一次都没有找过我？你在布置完任务之后，立刻着手去做，并在3天后的现在交给了我。这已经比大多数初年级的律师要快很多。但是如果你的思路和方向出现问题，需要大改，这个时候客户又找到我们询问进度，那我们该怎么跟客户汇报呢？你想不想知道妍飞是怎么做的？他首先呢是写了一份财产保全思路的提纲，然后发给了我，并且跟我约了第2天的时间。由于我当时在庭上没有回复，他就继续将材料深入，并且跟我约了第3天的时间。所以今天在我见到你之前，他就已经把这7天的工作的内容、进度以及结果清晰完整地展现在我面前。那你现在还觉得他更胜一筹，还是因为家庭和资源的缘故？把你们2个人的财产保全思路统合一下，有时间可以提前准备财产保全申请书了。好的。被骂了。谢谢啊。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你这次输在哪儿吗？从小到大，我在我爸和我哥的办公室里看到过无数次的下属汇报，这也让我才明白，这才是我跟别人比不可被复制的优势。那恭喜你，你这次不向白绿及时汇报，是因为你觉得任务太简单，还是怕打扰领导？所以，你是自大，还是自卑啊？妍飞，要是凭这几句话我就崩溃，那你也太小瞧我了。你要是做的完美无缺，那为什么白绿要把统合的任务交给我呢？倒是你之前一直要说去宋律组，结果突然又对白律组的活这么上心，你是又不想去宋律组了吗？选择一个好的朋友很重要，但选择一个好的对手更重要。我觉得你不错。谢谢，我也觉得你不错。但如果机会只能留给一个人的话，那只能是我。宋律，您让我打印的合汇公司的项目资料我已经打好了，他们是准备跟天凯金融合作是吧？没有。那是有计划，将来也不会有。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胡律师，合汇的收购案就是他负责的，他是我们组的骨干。他那儿呢急需抽调2名实习生过去帮忙，我推荐了你跟小雨，小雨已经 OK 了。你呢？你有问题吗？我是 OK， 但是我那边放心，白律那边我跟他说，是我让周律跟你说，让你继续跟进天凯金这个案子的，要不然的话我没法跟白律抢。争议解决固然有趣，但是飞速也依然有挑战。就像你上次的表现，很惊艳。趁现在有机会啊，多尝试尝试，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未来该怎么选赛道了。谢谢宋律。宋律，我还在这儿坐着呢，别太偏心哦。放心，一碗水我会端平的。不过你可得加油啊，不能每次都垫底。我这个做师傅的脸上也没光。我坚信，我看人的眼光是不会错的。朕大会一下。就知道你没安好心，还跟我抢上人了。那我就当你答应了。现在这帮孩子是一个比一个拼命啊！不是白绿啊，你当着人家的面狠狠地表扬妍飞这招我懂，但你用的是哪招，把妍飞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我之前呢，在一个宴会上碰到他哥了，他哥一反常态说支持他留在君安，
还说支持他进你的组。你猜到他哥来找过我了？他比我想象中聪明，但也比我想象中更喜欢跟他哥对着干。以前咱俩是做错了，师傅就直接开骂。现在对付这帮孩子，只能是斗智斗勇，恨不得《孙子兵法》36计全都用上。我们这行都不容易。是啊，慢慢熬吧，咱们不是也是这么过来的？啊，对了，田敏还说了，今天呢看到他们俩在茶水间宣战了，说如果2个人只能留下来一个，那就还是我留下来吧。你听这话耳不耳熟？跟我们当年说的一模一样。哎，我哥随便，你不是回家陪妞妞了吗？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吧。来，我送你。送你那钢笔啊，怎么没见你用过？啊，太贵了，我怕用坏了。坏了再买新的呗。你不会扔了吧？我可是财迷，我才不会扔了呢。大不了我收着不用呗。走，你帮我拿吧。啊。走。哎，白驴，就那笔啊，我就是觉得挺好看，所以买来送你，没别的意思啊。给我偷什么傻呀？我是有根差不多的，但我真没别的意思啊。你这哪跟哪呀？我刚才呢是在琢磨江晨的事儿，他可是我徒弟哈。你借归借，你怎么还抢上人了？这所有权还得是我们组的。你能不能别打岔？我跟你说笔的事儿呢。就放以前，你不得请我听个音乐会啊，再喝个挺贵的酒什么的，然后再把这笔重新包装了，原封不动的还给我。宋磊，那我这不也得成长吗？这叫成长吗？你这叫往我心上扎刀。哎，我现在在你心里就这么不重要吗？连个拒绝的仪式感都不说了？你看看。一瓶好酒也挺贵的，你送我一支笔，我好歹会用上。但是酒吧，哎，一喝就没了，这没意义的呀。哎呀，你说你现在怎么跟我算的那么清楚啊？至于吗？我是得算清楚啊，我算不清楚我怎么当律师呢？你放心，这个酒钱呢，我给你攒着。等有一天你想清楚了，打算上岸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包个大红包，真的。你说你真的好。得了。哎呦。哎，白绿，拜托了，都当你不用，千万别扔。好，我明天就用，行了吧？走了啊。我算是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调咱们俩过来帮忙。本来我觉得这事儿一点也不复杂，大元公司持有中原公司100%的股权，现在何辉想从大元手中收购中原公司，所以聘请了咱们君安来做法律顾问。但现在这么一看，怎么这中原公司底下这么多个子公司呀？每一个都要做尽调，我脑瓜子嗡嗡的。其实其他的子公司该访谈的狐狸都谈的差不多了，就差这个叫天娱的子公司，他们回邮件拒绝了，意思呢，天娱只是一个空壳公司，没有实际开展业务，所以没有办法提供尽调材料给你们。这肯定有问题啊！但是大律们都搞不定的事儿，咱们几个小实习生能干啥呀？狐狸说他已经申请了去中原公司做访谈，现场访谈，到时候带上咱们，看看能不能问到点什么。行。那我到时候就用我24K 金的睿智小眼神扫射他们，实在不行我就再用我甜甜的微笑萌死他们，看能不能问出什么来。要喝咖啡，喝不喝？喝。我师傅说了，这把我必须好好干，我要再不翻身给他老人家争口气，我怕他这辈子在白律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你师傅要是知道你背地里管他叫老人家，那他可能这辈子都不想在白律面前提起你了。
好，没事啊。嗯。占用你2分钟，帮我个忙。怎么了？吓我一跳。我做了一个诉讼可视化的图，你帮我看看。5、4、3、2、1， 5秒钟，看懂了吗？能看懂，逻辑清晰明确，主要的法律关系呢写的也很清楚，主要是这个图表简洁明了，非常完美。白律让你弄的？没有，白律批评了我，他说我工作时没有为上级律师考虑，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每一个工作我都多想一步。你不知道这个案子在讲什么，但你5秒钟能看懂，那上庭法官也一定能看懂。简直是活脱的小白律啊！不过我要善意的提醒你，不要盲目追随偶像。我们家老头曾经跟我说过，偶像都是用来破灭的，人嘛，总有缺点，所以不要放弃自己思考。谢谢江律师，但我想让他先看到我。一起吃个饭？我一会儿还汇报呢。别着急拒绝我。其实我特别感谢你拉着我和我爸坐在一桌吃了一个，解开了一个小心结，所以也让我为你做点什么，好吗？Hello， 刚刚有人说出来倒咖啡，那我好像还听到有人说要请吃饭。你怎么听到的？真吃饭呢？吃，大家都一块儿吃，就让李和妍飞咱们一起。行，哎，那把月月叫上吧，她正好在附近试婚纱呢。行，哎，你想不想叫庄律？你走到那边，然后敲他办公室门，邀请他一起。怎么说？你们先去吧，我汇报完了找你们。哦，等你啊。是，终于喝到了。你到底怎么听到的？我坐在你这试试。谢谢啊，没想到你会来接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律所加班，正好出来兜兜风。感觉我在律所加班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那会儿我天天焦虑的掉头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还有点怀念那个感觉。婚期定的什么时候啊？还在选日子，快的话下个月吧。恭喜啊！你这是什么表情啊？怎么说呢？按理说，我终于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但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就感觉这一切都是我曾经费尽心力想要的，比如被一个男人照顾得妥妥帖帖，每天按他安排好的 schedule 去学习做一个太太，但被人完完全全的托举着，时间久了，就好像我双脚都不在地上了。忽然有一天我就慌了，是失控的感觉。对，就是这种感觉。我害怕了，我害怕婚姻久了磨损掉了爱情，磨损掉了我的事业心和工作能力，最后我就彻底失去我自己了。以后他去哪儿，我都得跟着。他还给我规划好了生孩子的计划。我才20多岁，以后我的人生就得围绕着他和孩子。我没有事业，没有社交，没有朋友，万一我们之间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我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是不是太矫情了？当然不会。经历这么剧烈的人生变化，有情绪起伏是很正常的，而且也没有人说全职太太的生活中不能有社交和朋友啊。也是，其实现在想想，我之所以当时选择他，就是因为我追逐这一切太久了。他送到我面前时，不可能 say no。而且，也许除了社交和朋友，我还需要同事。
阔太太的生活的确不轻松，但是婚前该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呢，你自己也上点心。你也不用只看负面案例，也有过得好的呀。比如说像我妈，一辈子被我爸宠着，现在又有我哥呵护着，从来没有上过网，都已经60多岁了，一天到晚还跟个小姑娘似的。所以像她这么幸运呢，也挺好的。毕竟这日子过到最后啊，大家凭的都是义气和良心。你现在这么慌张，纯属是自己吓自己。你真是一点没变。就当你是在夸我了。阿姨，最近没有人再来闹事儿了吗？没了，挺好的。行。你吃慢点，难得轻松一会儿。活还没干完呢，一会儿得回去。还回去啊？等不到他们了，下次再约。走了。拜拜。哎，物业来电话让我过去一下，我去应付他们一下啊。那别吃了。好好看看这合同啊，白纸黑字的，双方都有权提前解除租赁合同，但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房屋损坏，甲方不赔付乙方已缴纳的租金，且有权向乙方追讨房屋维修款。你们装着空调、那招牌都已经损坏了商铺的墙面，所以您的租金我们没有办法退还，而且你们还得多交半个月的房租，当做房屋维修款。谢谢。家人们，物业现在是偷换了概念，把合理装修现在说成是房屋损坏。法律规定，承租人也就是咱们老板娘，在给房屋上增添附属物时，都是需要出租人同意的。解除了合同的时候，双方协商拆除就行。那现在空调、招牌都是属于附属物，而且现在商铺装修之前都必须经过物业的沟通协商才能动工。没错，这一次解约是你们出租人提出的。根据最高法房屋租赁合同司法解释来讲，你们不仅要退还剩余的租金，而且还要退还剩余租期内的装修残值。我这还有一份双方后续关于商铺管道更换的一份小补充协议，你可以看看。还有补充呢？你怎么回来了？这补充协议哪儿找到的？王璐刚给我打了电话提醒我。喂，王璐。宇科，我看到郭小雨直播了，你找一下补充协议。其中其他约定后头有一行手写的条款，是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做学生公益普法活动的时候帮忙补充的。在合同约定租赁期间届满前，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约，否则要向对方支付1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当补充协议约定和原协议不一致时，应以补充协议为准。所以如果你想解约的话，除了装修补偿之外，怕是还得再赔出1个月的租金吧。怎么样，这位先生？我回去跟领导反映一下。等一下。王璐，你真的在看我们直播啊？王璐你好吗？谢谢王璐。耶，太棒了！哎呀，谢谢你们，谢谢。可不能搬走啊，阿姨，都喜欢吃您的面呢。面管够。干杯！哎呀，虽然咱们还不是正式律师，但这种感觉也太爽了吧！可惜了，我们没赶上。不过赶上那个物业领导亲自拎着酒上门道歉，这顿饭也值了。嘿嘿嘿。哎，宇科，谢谢你刚刚挡在我前边，没事吧？没事。你说你刚刚本来都要走了，结果半路又回来陪我们折腾大半宿，真是。我本来这脑子里啊就想着工作，但看他们被欺负了，现在一路火，真的。行了，今天谁也不许提工作，干杯！干杯！干杯！宇科，你最近怎么样啊？我看你那个黑眼圈都快跟我偶像花花一样。哪个花花？熊猫啊！熬也熬了呗。但我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挺羡慕。我越想越觉得我还是适合上班。你不要你们家大叔了？舍得吗？
必须舍得。哟，哎呦，舍得什么呀？你舍得？就你还舍得？那律师再好，你就干得再好，不就是个金牌打工人吗？你说你老公条件又好，又爱你，人家感情又好，还要结婚了，你说你折腾什么呀？我们呢是身不由己，你就是纯属在这儿瞎掺和。你怎么就迫不得已了？怎么我就瞎掺和了呢？怎么不是瞎掺和呢？你说在座的，真正需要这个工作的，任佳彤，我，小雨，那剩下就飞姐，那你，还有你们仨的真正需要吗？就君安的 offer 的再令人心动，只有我们3个可能是靠这个安身立业，吃饭养家。你说你们仨也就是说不定哪天就放弃就不干了，撤凳子走人了。你说你们跟我争什么呢？争。话也不能这么说，人家爸爸、老公、哥哥有钱也不是原罪，大家能选进来肯定都不差，能凭自己本事走到最后都很了不起，中间走也不丢人。法家还那么多呢，凭什么人生只能是 to do or not to do 呢？你真那么觉得？能被君安选进来都不差？当然。我刚刚帮人了，我好开心呐！我能被君安选上，说明我很棒，我一点都不差。我留在北京，我不后悔。好。这什么啊？这是？任佳彤说，那个群里有朱之盛，闫飞说我爱你哦，任佳彤说 me too。真的假的？别闹！真的，这是我们女生的专有密码，你们男生不懂。哥，来。Girl help girls。小雨，这个也是我作为男生不太懂的一部分吧。听讲。我一点都不差，我留在北京，我不后悔。我也收到了你的语音，你发在的是时军计划大群里面，这里面没有朱之盛，只有几个大律师。So what if I stay? So what if I kissed you? What if I tell you the things I wanna say? Love me, find me, chase me in the moonlight, hold me, tell me everything is alright day by day. I'm falling in deeper, I need you to stay with me. I'd rather lose it all than feel nothing at all. We've been dancing in the darkness, afraid of the flame. We're stuck inside an echo. We hide beneath the truth. We've been running round in circles away from our youth. I will sing the melody, you will be my harmony. I will sing the melody, together. I will sing the melody, you will be my harmony. I will sing the melody, it's our own fantasy. I will sing the melody, you will be my harmony. I will sing the melody, together. Take a leap of faith in me, we each have this remedy. You and I are just love me, find me, chase me in the moonlight, hold me, tell me everything is alright day by day.
I'm falling in deeper. I need you to stay with me.